大家好，我是乔乔妈。这一期我们来做泡芙。做泡芙皮之前，我们先说下泡芙的膨胀原理。泡芙和我们之前做过的空心松饼一样，都是靠配方里的水分在烤箱高温的作用下蒸发成水蒸气，让泡芙膨起来。高温让面粉里的面筋蛋白和鸡蛋里的蛋白凝固，这样就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结构。所以做泡芙的面粉需要有一定的筋度，最好用中筋或者高筋面粉来做。锅里加除面粉和鸡蛋以外的所有材料，先开大火搅动，让黄油迅速和牛奶融合，牛奶烧开就关火。锅里火，加中筋面粉，搅匀，重新放回火上。我们来炒面团，中火偏小，炒4到5分钟，炒到它成团儿。锅底像这样形成薄薄一层面粉形成的膜，稍微放2到60度左右，准备2份鸡蛋。先把2个鸡蛋打进去，注意观察面团的干湿度。第2份的鸡蛋不要一下子全加进去，一次加1汤匙的量，每加1勺搅匀。再观察干湿度，达到画面中的稠度。这个面糊要能自己保持形状，它不是流动的状态。这个裱花嘴的直径是 1.5 厘米，我们来挤泡芙。这种硅胶垫自带圆圈，这样新手也能挤出大小一致的泡芙。我们用的是内圈，直径是3厘米。泡芙的流动性就是这样靠挤才能出来的状态。如果泡芙糊自己会从裱花嘴里流下来，那说明上一步蛋液加多了。挤面糊的时候，裱花嘴向下压着挤，这样小尾巴会短一点。手上沾点清水，把尖尖压下去，正好做30个泡芙。普通硅胶垫也可以做到大小一致，找个直径3厘米的圆圈，小瓶盖什么都行。蘸面粉，敲出圆圈，175度烤35分钟，前30分钟不要开烤箱门看。这个颜色还不够，现在关火，泡芙容易塌，要烤到像这样，表面上色，表皮变干，这个时候再关火。关火后，烤箱门留个缝，让泡芙在烤箱里再待上10分钟，这样不容易塌。出炉，泡芙放架子上晾凉。接下来我会分享2种泡芙馅的做法。先做第一种，鲜奶油馅儿。盆里加重奶油和糖粉，打到这种稍硬的状态。我们这种烤法，泡芙里面也是熟的。用星形的裱花嘴挤上奶油，吃之前筛上糖粉。鲜奶油泡芙就是现做现吃。我们来看第2种做法。这种做法的泡芙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。小锅里加全脂牛奶和香草精，捏一点点白糖进去，这样牛奶不结皮。烧开就关火。3个蛋黄，这是刚才从里面捏了一点的白糖，打到蛋黄颜色变浅，加中筋面粉和玉米淀粉，搅匀。牛奶正好也稍微放凉一点了，先倒1半牛奶进来，混匀，再把混好的倒回到锅里。这是为了让蛋黄适应这个温度，不至于一下锅就成炒鸡蛋了。小火不停地快搅，很快就会变稠，只需要1到2分钟。倒到盘子里，摊开，保鲜膜贴皮盖上，不要留大的气泡，放冰箱冷藏，很快就凉了。
刚才是用切的，现在换另一种甜馅的方法，用细的裱花籽戳个小孔。全部戳好后挤上放凉的泡芙馅儿。手一感到阻力就停。切开看看，外皮香酥，内心嫩滑，做法这么简单，大家试试看。谢谢收看，下回见。